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。市场原以为最高法院推翻部分关税措施后，关税战将逐渐退场，但摩根大通指出，关税人不仅回归，还重新启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这项强力工具。与过去需要长期调查不同，该条款允许美国快速对特定国家寄出高达 50% 的报复性关税。摩根大通警告，全球贸易风险正在升温，中东冲突推升油价逼近$100，红海航运风险加剧，加上新一轮关税措施，可能重新推高通膨压力。此外，联准会内部对政策方向出现分歧，鹰派官员因通膨反弹风险要求更强硬立场，而新任主席或许重新关注货币供应量 M2， 也可能影响未来10年的货币政策思路。市场焦点不再只是降息时间，而是贸易、能源与货币政策3重变数带来的新风险。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指出，全球经济正处于矛盾交汇点。一方面，美国经济展现韧性，第二季 GDP 预计成长 2%， 劳动市场更出现近数十年低失业金申请记录。另一方面，关税政策与能源价格上升形成双重压力，正在削弱经济动能。摩根大通提出3大核心判断。第一，美国关税政策已进入多轨制时代，政府透过 Section 301、232与338等工具，逐步将有效关税率推向约 15% 的历史高位。第二，能源价格飙升正在改变经济风险平衡，原本乐观的下半年成长预期开始降温。第三，联准会虽可能维持利率不变，但内部对通膨风险的分歧加深，9月升息可能性正在提高。在贸易政策方面，摩根大通特别关注美国首次动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，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征收 50% 关税。该条款不需经过长期调查，赋予总统更大的政策弹性。这显示美国贸易策略正从全面加税转向精准打击。虽然近期 Section 301关税取代即将到期的 Section 122措施，使有效关税率由 11.3% 微降至 11.1%，但摩根大通预计，随产能过剩相关关税陆续落地，年底有效税率可能升至 11.8%。市场低估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，企业可能因此延后资本支出。经济数据方面，美国初领失业金降至1969年以来低点，看似利好，但摩根大通信用卡数据显示，7月零售销售控制组可能下降 0.3%。这反映出劳动市场正呈现低雇用、低解雇状态，企业不愿大幅招聘，也不愿裁员。随汽油价格升至每加仑约 4.10 美元，消费者购买力开始受到压力。摩根大通预计第3季实质个人消费增速将由第2季 2.5% 放缓至 1.75%。联准会政策也是市场焦点。摩根大通预计 FOMC 可能维持利率不变，但部分官员可能要求升息，尤其联准会官员重新强调货币供应量 M2， 引发市场关注。不过，摩根大通认为，近年 M2 与通膨、资产价格的稳定关联已经减弱，单纯依靠货币数据判断政策方向可能存在偏差。报告中2项容易被忽略的讯号值得注意。第一，美国房市正出现区域分化，东北部与中西部因屋主不愿放弃低利率房贷，造成供给不足，房价仍强劲；南部则因新屋供给增加，价格压力较小。未来投资房地产资产不能再依靠全国平均数据判断。第二，摩根大通研究发现，超额货币增长与标普500息勒本益比呈现弱负相关，挑战市场长期认知的印钞推升股市观点。真正影响资产价格的是银行资金如何转化为消费与企业投资。若摩根大通判断成立，投资人需关注3大方向。第一，关税可能成为长期通膨因素。若有效关税率升至 15%， 商品通膨可能重新升温，抗通膨资产值得关注。第二，能源价格存在非对称风险，若供应中断持续，油价可能进一步推高，利好能源企业，但也可能迫使联准会维持高利率。第三，密切观察联准会内部异议人数与成员背景，若更多理事加入升息阵营，将代表政策方向可能转向。总结而言，摩根大通描绘的是一个高成长与高风险并存的下半年格局。美国经济仍有韧性，但关税、能源与通膨正在形成新的压力。市场真正缺少的并不是流动性，而是对政策方向与经济路径的确定性。
未来投资环境将不再单纯依靠央行宽松，而需要更重视通膨、利率与企业基本面的变化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者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